我们美术的核心原则是结构保留、品质升级。以地图为例，我们将端游时代的地图全部连接起来，构建成一个完全无缝的大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加入了实时的光影、昼夜变化与多样的天气表现。而蓝门依然是记忆中的蓝门，积分塔也还是印象中的模样，只是让这些熟悉的地标在不同时刻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我们以更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还原玩家心中的美好回忆，同时也满足当代玩家对开放世界与高清画质的审美需求。在 UI 方面，我们完整地保留了端游时代玩家熟悉的布局和操作逻辑。PC 端用户也可以完全复现当年的端游体验感。角色装扮方面，我们还加入了一个玩家特别喜欢的功能：装扮中的饰品可以自由调整大小和位置，时装、美妆和发色也全部支持染色。我们还做了几个之前 RO 从来没有过的东西。第一个是布料的呈现，让不同材质的裙子动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是时装特效增加了一系列的视觉效果，比如衣服可以添加闪烁流光，还开发了拖尾和脚印的特效。总之，我们希望每个人创造出来的角色都是世界上个性化的、独一无二的。我们找到了原版 RO 质量最高的原版音源作为参考，在还原旋律和整体氛围的前提下，只做了非常轻微的现代化优化，加入了一些更现代的鼓点和小改动，让听感更细腻一点。玩家重新登进游戏，音乐一响就会立刻回到当年记忆里的 RO 仙境，回想起那段青春。端游时代很多策略机制体现在数字上，比如你的攻速提升了，屏幕上多跳几个伤害数字，但新玩家看不懂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在 The New World 里，我们结合年轻玩家的痛点做了一些升级。我们把数值机制转化成视觉机制。举个例子，剑士的2次攻击触发时，不再只是多跳一个数字，而是真实的多挥出一道刀光，视觉爽感是拉满的。对老玩家来说呢，策略的深度并没有变，甚至更加丰富了。对新玩家来说，可以直接从画面上理解职业的魅力，上手门槛大幅降低。我们在减负这件事上做了非常系统的设计。第一个是离线挂机，我们直接免费送给玩家，不需要任何的额外付费。第二个是日常任务，我们废除了和日常打卡相关的模式，改成了玩家可以在1周内任何空闲时间完成，每天只需要不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基础的日常任务。还有一个玩家特别喜欢的设计，如果某天没能上线，第2天可以通过免费的找回系统把收益全找回来，不会有任何损失。我们想要的是呢，想干的玩家有足够的深度可以钻研，不想干的玩家游戏也不会惩罚你，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游戏生态。端游的公会战最让人难忘的是什么？是那种热闹，几百人万战，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位置，那种感觉是其他任何玩法都替代不了的。所以我们在公会战上投入了大量的技术资源，目标就是要保证几百人同屏流畅战斗，不卡顿不排队。在此基础上呢，我们还新增了玩法，比如以小队为单位，有单挑、3v3、5v5等模式，让小团体的玩家也能体验到策略对战的乐趣。摆摊这件事，对 RO 来说不只是一个功能，更是南门文化的核心。那种玩家聚在一起，摊位连着摊位，各种商品和闲聊交织在一起的热闹，是很多玩家心中的情怀。这次我们在摆摊系统上做了很多升级，支持点对点交易、摊位交易、交易所多种形式。摊位还支持自定义形象和名称，每个玩家的摊子都可以是独特的。另外，也支持全服甚至跨服购买，官方直接以最优惠的货币形式结算，不会再经过2级、3级货币的转化损耗。卡片系统这次的升级，可以让玩家将同品质或低品质的卡片进行融合，让一张卡片上出现多条经典词条。数据党玩家会非常感兴趣。聊天室方面，我们想要把玩家在南门自发形成的那些社交行为系统化地做进游戏里。以
前大家在南门聊天、社交、展示装备、围观别人打架，是一种自发的文化。现在我们加入了直播间功能，支持打赏、互动，把南门的那种热闹社交文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系统。有，而且还不少。比如在 The New World 中 ，MVP 被玩家击杀后会留下一个墓碑，上面会详细的记载着击杀信息，格式是月夜猫，享年35秒。这个梗只有真正打过端游 MVP 的老玩家才会懂。剧情里面也有一些，比如主角团的成员塞尼亚，在特定的情况下会变成超级赛亚人的发型，这是策划自己原创的彩蛋，挺无厘头的，但是玩家真的会笑出来。南门还有一只兔子，跟他对话，他会强制的让你观看一段特定的动画，而且无法跳过。我就不剧透了，大家进去自己去看吧。我们在现实里建了一个仙境世界，现在就等你来了。